DIY 玩家都知道，大多时候创作一个作品的时间成本远高于材料成本。如果想把自己的作品进行小批量的量产出售，压缩每个产品制作时间是必不可少的。今天就来分享如何把家里边桌面变成一个激光加工流水线，在家也能轻松实现雕刻量产。用到 XO F1 Ultra 加上一个扩幅配件，无论是纸板、木板还是金属，都能非常方便的完成批量加工。这次打算做一个拉布布的木雕立牌，设计完的图片直接拖到机器配套的 XCS 软件里，把平面加工切换到批量加工就可以了。机器下方的加工区域内放一块样本，摄像头会自动识别，在软件里将图案对准一个样本，确定加工范围就可以了。其他需要加工的材料放在传送带的右边，不需要一定排放很整齐，可以很随意的摆放。开始之后，机器会自动识别雕刻的物体、方向和数量，即便是复杂的不规则图形 ，XO 也能准确的智能填充。加工过程中，你还可以不断的在右边增加新的材料。如果材料都加工完成了，机器在左移5次，每检测到新的材料后会自动停止。它不只能加工一系列的相同图案，还能批量加工变量的对象。在选择模式之后，先放一个样本图，然后去 VAR 界面设置变量和关联数据。关联的数据就是每一次雕刻会替换的新的图案，这样下来就可以以流水线的形式批量得到任意图案的创作作品了。因为 XO F1 Ultra 是20瓦红蓝双光源，所以它也就具备了把金属加工成浮雕的能力。加工金属相对雕刻时间比较长，一般都是雕刻完一个再去更换物料加工下一个，会额外浪费一些时间精力。用扩幅配件就能实现让它连续加工。来看一看我的流水线成品，在批量模式下替大家尝试了不同的形状、不同材质，都能保证稳定高效的输出。即使像这种金属卡表面非常精致的细节，也都能高精度的呈现。之前在视频里分享激光雕刻机，有很多朋友有一些问题，今天正好用视频的方式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，拿来给高达模型上标志应该很不错。还没来及拍，它就直接已经瞬间雕刻完了。你要请问这个能在奶油之类的软体材料上雕刻吗？奶油怎么出糖浆了呢？看来奶油不行，调了几次功率，这个功率小了没有反应，功率大了直接化掉了。不过面包上刻个图案是可以的，能刻镜子吗？能雕刻金属或者硅胶吗？金属刚才咱们已经演示了，那硅胶试一下。再看一下雕刻硅胶的效果，这是一开始功率大的刻穿了，然后功率小了就只能刻一个图案，功率调合适了，雕刻出了这样一个很细致的凹槽。花时间是不是能定制模型的金属蚀刻件？这是之前激光雕刻的铜板做的铜版画。那传统的铜版画本身就是金属蚀刻来做的，而现在我用这个激光雕刻直接替代了金属蚀刻。近距离看一下细节，因为这个加工的时候会有一些火花，所以它做不到蚀刻那么的精细。但是如果大一点的这个零件，其实用它去替代蚀刻完全没有问题。能雕刻石头吗？不但能雕刻石头，还能在石头表面作画。用不同功率刻出的图案会呈现不同的颜色。球鞋镭射定制可以试试尺寸，看看能不能放。切割卡纸可以吗？做纸模是不是就不用手裁了？那是肯定的呀。小菜一碟，可以轻松制作卡雕，不但不用手裁了，而且可以批量出了。能测试一下刻水果吗？西瓜、苹果等等。接下来雕西瓜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分享。如果你对激光雕刻还有什么想了解的，欢迎留在评论区讨论，我看到也会尽量解答。那咱们下期见。